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自我同一性的话题，而且我会介绍一个新的理论，也就是社会学家 James E. Coate 的同一性资本理论 Identity Capital。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理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理论大概是在1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有很多迷茫感，但也有很多模糊的直觉。而这个理论很精确地把我的那些直觉清晰地总结和论证出来了，当时就感到非常有共鸣。所以这期视频在咱们的频道里会成为核心内容之一。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期关于张雪峰的视频，因为他的故事和今天要讲的理论之间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他在教育观念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穷人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个性，普通家庭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应该先考虑生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家里没有矿，你敢学文科吗？他经常建议学生选热门的理工科专业或者考公考编，总之一切以好就业好赚钱为优先。这种观点当然引来了大量的批评和质疑，不过这些批评也非常容易被纳入一个现成的对立框架里，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批评张雪峰太功利的人，很容易被贴上高高在上的精英、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不接地气的既得利益者的标签，而张雪峰则被塑造为那个从底层杀出来的、敢说真话的、更懂普通人现实处境的英雄。我一直认为，所谓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框架。正好一位朋友前些天也和我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对于理想和现实的对立，人们通常容易形成以下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站在现实这一端，指责那些谈理想和热爱的人都是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天真的，普通人生存是第一位的。第二种则是站在理想这一端，认为自己有高贵或者优美的灵魂，鄙视和厌恶那些现实的庸俗、琐碎和无聊，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时刻处在现实性的威胁之下，觉得这个粗糙的世界在不断地侵蚀他们的精神纯洁，于是他只能退守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以一种受难者的姿态来维持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姿态很崇高，但它和第一种的共性在于都认为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的，只不过他选择站在了对立的另一头。第三种看法是调和的，认为我们既不能完全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的现实主义，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这听上去是最成熟和理性的，但我觉得这3种看法都是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都预设了理想和现实是绝对2分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坚持看到它们就是一回事。现实性在中文里一般来说是一个比较让人没尊严的词语，比如别人说你要看清现实，一般来说这个现实都是要否定和打击我们的一种东西。但真正的现实本身就是鲜活和流动的，是值得被更深的理解的。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恰恰应该更加认真地去理解现实，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它，理想再美好，在别人看来也只是空洞无力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把认知上的容易理解等同于客观上的接近现实。就比如说巫术是很好理解的，在原始社会或者未开化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巫术就是最现实、最接地气的方式。比如清朝末年，义和团迷信那些咒语可以让身体刀枪不入，抵挡洋人的枪炮，即使团民们反复地被洋人打败，他们仍然认为可能是自己的心不够虔诚，或者说是洋人的法术升级了，而不会怀疑巫术本身。因为这种巫术思维听起来非常接地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但它恰恰是非常远离现实的。它之所以让人感到非常现实和容易理解，因为它契合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婴儿时期的全能感，
这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学习和理解任何陌生的东西，可以直接嫁接在我们最原始的心理结构上。因此，一个理论在理解的门槛上很低，并不等同于它的现实性。当然，也经常有人觉得我的观点不够接地气，不够现实。不过我觉得现实性分为2个层次，一种是外部的现实，还有一种是精神和心灵层面的现实。虽然我们人类看待一切事物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的，我们应该离自己的心是最近的，但从人类的精神发展的历史来看，内心的规律反而是最难理解、最抽象，也是最后被认识到的。比如，一个儿童最开始并不是先学会了我这个名词，然后再外化和拓展到其他概念的。相反，儿童一开始必然是先关注外部物体，比如糖果、玩具、妈妈等等，然后再从这些杂多的外部对象背后提炼出有一个连贯的自我的。人类的思想史也是这样，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是持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希腊哲学最开始思考的都是水、火、气这些自然元素，直到苏格拉底才转向了人的内心。即便是到了近代，哲学也仍然大量的以机械论或者从物质的角度来隐喻和理解人的心灵。因此，外部的冲突、外在因素总是容易被理解的，也是容易吸引人的，但这并不代表它是最真的现实。恰恰相反，那些最后才被认识到的东西，往往才是最深层的现实。现在我们再来看那种认为穷人就应该放弃兴趣和理想的观点，我们说这的确是非常符合某种朴素的直觉。我们很容易能感觉到，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内在和个性，优先选择最能赚钱的行业，的确可以换来一种短期优势，但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张雪峰默认了这种优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他顺应了人们焦虑的心理，但他实际上是在叫普通人拆除掉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那就是恰恰是普通人才更应该坚持自己的个性和挖掘自己的内在。这就是心理学家 Deci 和 Ryan 的提出的自我决定论。简单来说，就是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更能够对抗风险。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因为内部动机，比如说你自己说服自己从事这个专业或行业对你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内部动机更能让你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坚持下去，并激励你采取建设性的举措。而外部动机，比如说为了金钱或者父母的满意等外部回报等等，则很容易在遇到挫折时陷入崩溃。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从一种煽情或者悲壮的角度去说我们应该在这个庸俗的社会里坚持理想，更不是说坚持理想的人更道德、更高贵等等，而完全是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论证的。因此，一个因为某个专业起薪高而入行的学生，当他遭遇了行业波动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继续待在这里的理由。然而他同时也没有发展出转向其他领域的内在资源，因为他从来没有练习过从内部出发去做选择这件事。这就是我觉得张雪峰的建议对普通人误导最大的地方。他看到了普通家庭的孩子容错率低，这是没错的，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错的。正是因为容错率低，你才更需要去挖掘那些不会被外部环境轻易剥夺的东西。富裕家庭的孩子选错了专业，家里可以兜底，可以让他慢慢找方向。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这些缓冲，因此，当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被告知要放弃你的兴趣，去选那个最热门的，他放弃掉的恰恰是他唯一不依赖于家庭资源的竞争力，也就是他的内在动力。而一旦这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越来越吃力，或者遭遇行业波动时，由于他获得不了任何外部支持，结果是他很容易陷入深深的怀疑和抑郁。而这里所说的内在能力，包括了一个人的认知复杂性、内部控制点、原认知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能力。这些东西的共性是它们都是可迁移的，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业或专业。Colt 把这称之为无形的同一性资本，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同一性资本这个概念，衡量的是一个人在回答我是谁上做出的投资。Coke 认为，这些投资将在未来的同一性市场上获得回报。同一性资本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两种。有形资本包括经济资源、教育证书、社会和职业网络、父母的社会地位等等，而无形资本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那些内在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为个体遭遇未来的各种困境提供必要的认知能力。为什么 Coke 认为无形资本要更加重要呢？ Coke 认为，在未来社会，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支持网络将越来越不完善，因此许多人在未来注定越来越依靠个体资源来解决问题。在传统社会和早期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给定的。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你就走什么样的路。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铁匠的儿子还是铁匠。这种社会当然不自由，但你不需要操心我是谁这个问题。你的社群和家族会为你提供一套清晰的发展路径，你只需要沿着那条路走就行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高考也是这样，只要你考上了大学，后面的路是基本确定的，即便是取消了包分配，你知道自己毕业后会去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父母，到今天仍然在用这套逻辑来教育孩子。他们过分地关注孩子的成绩或者外在的技能，而很少关注孩子是否更好地认识自己。但这套逻辑正在失效。不仅如此， Coke 认为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在加速贬值。所谓人力资本，主要指的是具体的工具性技能，比如掌握一门编程语言、一种工程技术，就足以保证你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但技术更新的速度在急剧加快，比如 Vibe Coding 的突破正在深刻地改变程序员的工作方式。一个人花了几年学会的某种技术，可能在他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市场最需要的了。Coke 还注意到，在未来社会，不仅是旧的支撑结构在瓦解，一些新的变化同样凸显了同一性资本的重要性。社会学家李斯曼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观察到，随着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人的性格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他把现代人的典型性格称之为他人导向，就像是随身携带着雷达，时刻在扫描周围环境的信号，什么是流行的，什么是被认可的，别人在做什么，市场在要求什么，并根据这些外部信号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信息密度比李斯曼的时代不知道大了多少倍。社交媒体、短视频、各种营销话术每天都在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拥有什么。他们在不断地制造焦虑，然后告诉你，通过购买某个东西，选择某条路径就可以消除这种焦虑。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中国许多地方扶持的短剧和短视频产业，这些内容通常激发的是人的退行的想法，或者说那些原始的冲动，比如性冲动、仇恨、对立、被害妄想、复仇欲、全能感等等。他们都在试图塑造你是谁。张雪峰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他在告诉一群感到无助和迷茫的学生，你就是那个没有资源、没有信息，只能靠我来指路的孩子。再比如我们之前这期视频提到的，近年来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心理学话语，崇尚说撕就撕，拒绝做讨好型人格，遇到不爽了要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这样才是做真实的自己。这听起来非常的解放。于是当事人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软弱了？我是不是在讨好别人？但是他没有从 critical thinking 来审视这件事，比如讨好一种反讨好的话语，是否也是一种讨好呢？自己当下的感受是否就等同于真实的自我呢？当我们这样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心理或者道德概念是不能仅仅看外部行为的，而首先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在状态。那些急于给别人贴标签的人，往往都是通过外部行为来定性的。然而现实问题是很复杂的，如果一个人觉得不起冲突的方式让自己舒服，那么他是否要逼自己起冲突呢？
这些问题需要当事人根据具体的情境和自身的内在状态去逐一辨别。但许多流行的话语恰恰把这个辨别的过程整个省略了，而是定义了一个外在的标准，比如你有没有表现得强硬，是否和别人起冲突，是否在战斗。这就把反抗话语变成了一种道德表演。如果我们缺乏对自己内心状态的分析和判断，就会在这些相互矛盾且激进的观点之间反复摇摆。在未来，人们价值观的对抗和撕裂会更加复杂，而有能力去辨别此刻我的行动到底是从我自己的判断出发的，还是从外部的期待出发的。这种辨别能力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下一期视频我会用更具体的案例来讨论同一性资本在现实中的应用。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